我叫明月，乃上古镇守凡间的神秘。100年前，魔物鬼鹫破界而出，我持魂灯降服鬼鹫，他却在我身上种下了不死不灭、丧失七情六欲的诅咒。明月，既然你这么执着于守护苍生，那我便诅咒你，让你永世不得长生，永受孤独之苦。此后，我看着身边的族人挚友一个个的离开了我，唯有我被这诅咒困住，行尸走肉的活着。小姐，找到了，属下踏遍四海八荒，终于找到了解咒之法。解咒之法便是让一人倾心于您，然后再亲手杀了您，您便能恢复七情六欲，摆脱永生。我真的是活够了，所以我决定闭关，等帮我开关的人出现，让他爱上我，彻底终结这永生的诅咒。这是卓家禁地，太爷不准任何人擅自闯入。可我被追杀，难道等死吗？你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不管了，先进棺材里。我好像看到他往那边跑了，接着找找。对不起，对不起，借你风水宝地用一下，回去给你烧纸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最好别动我，小心我太爷爷扒了你们皮！卓启源，你就是个爹妈没了被卓家嫌弃的少爷，也就是最疼爱你的太爷爷护着你。可家主他撑不了几天了，没了靠山，你就是二少继位的绊脚石。二少，卓轩那个蠢货，我那好二叔居然为他儿子来杀我！他儿子开智了吗？让他继承卓家，就不怕卓家基业全部败光？少废话！你二叔说了，挡路的都得死，受死吧！啊！听好了，你唤醒了我，便是我的解咒之日。你要爱上我，然后再杀了我。啊？什么玩意儿杀了的？我不知道。放开我！我已用魂针将你我二人之心死死缝住。啊？什么？从此之后，你我共砍，你逃不掉
别躲开，你是我的了。怎么会在我家？说，你爱我。你别乱来，来人，救命啊！你都干了什么？你现在难道不想吻我？到底是什么妖怪？就算是死，也不会被你妖术所蛊惑。真的不想吻我？这女人从人伤人跟切菜似的，又被他按着做那种事，现在腿都是软的，再不怕还有命吗？去哪儿啊？我看你衣服有些破了，我去给你买件新衣服。洞库房他还没爱上我，到底怎么才算爱上？难道要拜堂成亲？去吧，去买2套喜服，我要和你成亲。啊？哦。拜堂成亲后，他定能爱上我。之后，我再命令他杀了我姐咒。人不人妖不妖的，还成亲，真是个疯子！别过来！还想跑？再跑就打断你的双腿！你也不想瘸着腿跟我成亲吧？为什么偏偏是我？我和你认识不到1天吧？你必须要爱上我！我疯了！要爱上你这个妖怪！爱上我有这么难吗？我们昨天晚上在一起，不是很开心吗？既然你这么不听话，那就怎么样？我当下最恨别人摆布、被人控制，又不是你弄死我，想让我爱上你，绝无可能。是吗？是选择死，还是爱上我，成为我的新郎？多大点事儿啊，动什么粗啊？这样，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们达成交易。说，你帮我重回卓家，让我的好儿叔付出代价。如果你能做到，我卓启源从头到脚都是你的。3日之内，卓家归你，你二叔的命，我亲自帮你取。不，就今日。魂灯复燃了，定是小姐苏醒了。魂灯与我同源一体，封印了我1半法力，所以庇佑你卓家，延你100年寿命。我入睡后就交给你了。小姐放心，
我卓家子孙定世世代代守护着魂灯，等你苏醒之日。我卓家百年繁荣富强，全是小姐的魂灯照顾。卓家世世代代都是守灯人，他若归来，定要将魂灯归还给他，千万不可懈怠，否则将大祸临头啊！老爷子，走好！到了，这就是卓家。魂灯之气竟在此处。原来你是卓荣柏的后人，我记忆苏醒，魂灯也该物归原主。二婶儿，怎么看我活着，脸绿的，连粉都遮不住？敢这么跟我妈说话，你他妈找抽是吗？行了，纪元，你爷爷刚入狱，你还有心思跑去潇洒，还带着这个野女人进家门，这就是你的孝道。说什么？我爷爷不在了？你耳朵聋是吧？我妈说太爷爷死了，以后你呀就抱着太爷爷的骨灰哭去吧。废物！你放屁！让我进去！离开！你休想再见到太爷爷，以后卓家老子说了算。谁稀罕卓家？我只要太爷爷活着，滚开！卓启元，你跟老子牛什么？老子最讨厌你这副不服气的样子。老子今天就打得你心服口服。聒噪！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好啊，出息了！以为带着帮手就敢跟我蹬鼻子上脸，给我动手！妈，这么动不了了。他的眼神怎么那么邪乎？好像一眼就能定人生死！让开，否则我不保证你们还能在这活着跟我说话。被人护着的感觉还不错。二婶，你也有怕的时候。之前你没少陷害我，把我当做家族弃子，我年纪小，只能装傻保命。现在你和二叔还要设计杀我，真当我跟小时候一样好欺负？今天我就让你们血债血偿。动手！魂灯在哪？你说。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了？你要帮我做的事不做了？我要魂灯。知道魂灯的人，只有老爷子跟前的人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是谁？我是谁？等你见了卓荣柏就知道了。拦我者死！妈，这个女人一定是冲着咱们家业来的呀！慌什么？你爸自有解决他的办法。我让他们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哼！哎，你认识我太爷爷？你要魂灯做什么？你到底活了多少岁啊？你无需知道这些，你只需知道交易结束后就要爱上我，并且为我做一件事。如果我说我没把握爱上你呢？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哎呀妈！检查！我妈怎么会这样？妈，快救救我！检查！你别吓我，快停下来！检查！我们以礼相待，你却用这种歪门邪道来吓我们，你就这样欺辱卓家？这卓家的列祖列宗知道，一定让你遭报应的。那就让他们自己跟我说清楚。让你狂，我现在就让你好看。这是海扁，上仙台给他下跪。他若回来，定要将魂灯归还给他，千万不可懈怠，否则将大祸临头啊！妈，他真的要是太爷爷说的那个小姐，那我们岂不是要完蛋了？装神弄鬼，这爷爷的遗言怎么可能跟他有关系？他就是来夺遗产的。妈，但是爸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的呀，妈。你行了，魂灯给你们就是了。你说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爸，你怎么样？既然你说魂灯是你的，那还是把灯交给你稳妥。去拿灯。
你真的这么有心？老爷子为了保护魂灯，在灯上设置了机关洞阵，我看你还这么嚣张！这位小姐是老爷子的故人，刚才是我逾矩了，给收着吧。魂灯任我为主，但魂灯火焰明亮，却屡次因他而起。果然，他是我的命定解咒之人。暗算我，还敢伤我的人！你要干什么？我想怎么样？爸，太爷爷说的没错，我们真的要大祸临头了！别慌，这是天气的问题，巧合，一定是巧合。卓荣白，你的后人真是让我另眼相看，还不醒来？太爷爷真的醒了，这不可能！小姐，小姐，让卓家守魂灯，卓家倒是守得好啊。后代伐害同族，是非不分，这就是我庇佑的卓家。你凭什么对我卓家指手画脚？还不闭嘴！小姐息怒，是我管教不严，方才让他顶撞了小姐，求小姐饶卓家小儿一命。太爷爷，刚刚二叔百般阻拦，根本不想让你醒过来，他早就不顾血脉亲情，你还替他求饶？我卓家人脉本就不旺，我不想让卓家无后啊！义子，还不快给小姐下跪认错求饶？给他跪，凭什么？我卓家世代为他守灯，要跪也是他给我跪，应该谢谢我们团队。求小姐开恩，我愿以命偿还。以我主仆一场，我可饶你不死。但他们伤了你，你是我的新郎，伤了你就是与我为敌。今日我便了结了你。别过去，危险！建成，交易完成了一半，你有没有爱上我？建成，这里外人太多了，我们晚上回去再说。好，那我很期待晚上。完璧归赵，给你。魂灯似乎很喜欢你，离你稍远，他便这般不安分。啊，开什么玩笑？一盏灯而已，它还能是活的？我去把车开过来送你，你等我。
难道魂灯死处长短，代表卓启源对我的心意深浅？等死灯已满，就代表卓启源已经彻底爱上了我。到时候再由他亲手杀了我，我便能摆脱诅咒，重获自由。就是你这个祸害，带着妖女回家，害死了我的丈夫。那一天，我就该让你死无全尸。今天，我要让你为剑圣偿命！给我上！你疯了！对，站住！站住！怎么还没回来？魂灯变黑，难道卓启源有危险？今天我要让你为剑圣偿命！不好！你来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吧？我没事，好着呢，一点皮都没破，别担心。还好我来了，差一点你就受伤了，解咒又差点落空。什么解咒？无事，以后跟着我，半步也不许离开。怎么回事？这小子怎么没有被撞死？那辆车呢？差点给你爷爷撞成肉馅儿。今天必须让你这些杀人凶手伏法。原来是找了帮手，那又怎么样？今天你们只有死路一条，正好做一对毁命鸳鸯。见鬼！这钱我们不挣了，跑，快跑！废物，都是废物！我老公死在你的手里，我的儿子的前途尽毁。今天我跟你拼了！不要！妖女，你就跟我老公陪葬吧！这下你该死透了吧？你怎么死不了？因为我不老不死，没有人能杀得了我。不过，有一个人可……妖怪！妖怪！等等，怎么？现在让他死，太便宜他了。我要他活着，亲眼看着我继承卓家。至于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永远得不到那个位置。这不比他死了更难受。杀人诛心，目光长远，不愧是我明月的人，挺招人喜欢的。别乱说。奇怪，你脸怎么红了？难道刚刚受伤了？体温升高，脉搏加速，却无外伤。难道魂灯上的暗器有毒？我给你检查一下。我没事儿，我只是吓着了。二婶交给太爷爷处理，我们回去吧。也好，正好去卓家，让卓永柏把继承权交给你。你对我好，满足我所有要求，只是为了让我爱上你。是。他好爱我，他就这么想让我爱他。
这不就是我们的交易吗？只是交易？原来他对我好，只是个交易。可我为什么这么失落？现在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知道。奢求人类的感情，果然麻烦。算了，走吧，去卓家找你太爷爷。小姐，卓轩母亲陷害齐远，甚至还想对小姐您痛下杀手，罪不可赦，请小姐吩咐。交给你处理。太爷爷，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我要活着让他看着我继承卓家。安排好后，把卓家继承家业的事宜给办好。让齐元继承家业倒是可以，只是他学业挂科太多。按照卓家的规矩，继承人必须要先拿到大学毕业证。太爷爷，我真的不是学习那块料。毕业证啊，按照古人说的，就是学满出师。我帮他拿到毕业证。使不得，使不得！小姐身份尊贵，这齐元他何德何能？怎劳小姐屈尊去教他一个小辈儿？这可真是折杀我卓家。他可高兴着呢，巴不得制造机会盯着我，让我爱上他。放肆！小姐教你那是你的福气，你还抱怨呢？我刚苏醒，正好了解这个世界。与启源一同入学，有何不可？也能趁机跟他培养感情，早日完成诅咒。既然小姐这样说了，那就听小姐吩咐。太爷爷，坐。太爷爷，你说一个女的为什么千方百计的非要逼一个男的去爱上她呢？那说明这个女人她爱你，是想跟你一起培养感情。哎，说说，是哪个女人爱上我的重孙子了？跟你说了也不信。嘿，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的？快说说。是明月。混账！你竟然敢对小姐动心思，你知道她是何等存在吗？啊！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信。你也不掂量掂量你自己的身份，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别打了，别打了！我告诉你，你给我断了你的念想，恪守本分，否则的话，我要将你逐出卓家。好好，太爷爷，你别生气，注意身体啊！哼！自从这个女人进入卓家，我父亲无故消亡，母亲被送进精神病院，连家主之位也要被卓启元抢走。我绝对不能让卓启元毕业。现在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他逼我爱上他，太爷爷却让我恪守本分，我到底该听谁的了？他奋不顾身救了我这么多次，我难道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吗？没有，绝对没有。明月怎么还没有办完入学手续回来？韩瑞，你看卓启元在那就是专门等你的吧？你看他眼睛都看直了。卓启元，你追我们韩瑞追得那么紧，可你就是个不受宠的家族弃子，根本配不上韩瑞。我们过来就是和你说清楚，你别再纠缠韩瑞。同学，卓启元，你干什么？
这是你的？你怎么能借别人的情书？你说让我爱你，那你自己呢？怎么能朝三暮四啊？情书？什么年代了还写情书？土不土啊？你哪个班的？大学是让你谈恋爱的吗？误会，这不是情书，是这位团员落下的入学手续，我只是帮忙送过来。不是情书啊。同学，你助人为乐啊，多谢啊。神经。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这么上赶着，这么献殷勤，肯定不安好心，以后离他远点儿。什么是情书？你怎么这么激动？忘了他是几百年前的古人，几百年前还没有情书这个词。情书是骂人的书信。骂人？对，所以以后要是再有人给你送情书，你就用法力让他们离你远点，记住了。哎，我在学校罩着你，你就放心吧。走了，该上课了。奇怪，卓启源怎么不舔你了？好像和新来的那个女生走得挺近的。那是他故意找的女生来气我罢了。放心，用不了多久，他还会回来继续舔我的。可是那个女生长得那么漂亮，一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韩瑞，你校花的地位不会受到威胁吧？他还没资格跟我相提并论，他哪来的？让他滚到哪里去！同学，刚刚那个女生呢，没你们两个想的这么简单。怎么样，要不要联手一起搞垮她？你有什么办法？这节课是体育课，真适合睡觉。哎。男女之间如何建立健康的恋爱关系？恋爱需要基于平等和尊重。废物，这么不务正业，怎么继承卓家基业？你就不能用法术把知识灌输到我脑子里吗？还要自己学，多麻烦！还敢顶嘴？你说了算。我知道你的学习能力很强，不需要我的魔法。加油，我相信你。你别这么温柔，我不习惯。你要是拿不到毕业证，耽误我的事，你就给我等着。这才对嘛。手机怎么在地上了？卓启源，你竟然偷拍我裙底！大家快看，证据就在这儿！我不是，我刚一直在睡觉，不是我干的。照片都拍下来了，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没想到卓清源竟然是这样道貌岸然的人。追不到韩蕊就算了，还干偷拍这种猥琐的事，太恶心了！胡说什么？我俩从小玩到大，齐安不是这种人，身正不怕影子斜，这肯定是误会。误会？那这照片怎么解释？怎么还死不承认？报警吧，报警就报警，怕你不成？卓启源家里有钱有势，就算报了警，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各位同学，我是卓启源的堂弟，发生了这种事，我们卓家都嫌他丢人，不可能帮他的。韩蕊，你先别哭，这件事儿我来替你主持公道。卓启源必须为他的偷拍行为付出代价，今天他必须退学。退学！我让你胡说八道！
哎，你看你还恼羞成怒呢，自己的堂弟说你两句你就要动手，今天你这种人必须离开学校。在学校还是不要使用法术，太过招摇。让开！这个女人会点旁门左道的法术，就横得不行。今天这么多人在，她肯定不敢轻举妄动。我倒要看看她还怎么护着卓启元。这位同学，你不会想替卓启元辩解吧？启元无错，何须辩解？还是说你看到了？我没有，但这手机就是证据。怎么回事？我的手好像被火烧了一样。事到如今，你还这么维护他这个烂人，你也是个女人。他刚才偷拍的时候，你竟然装没看到。要我说，你是他的帮凶吧？你有几条命，敢这么跟我说话？别以为我太爷爷对你恭敬，我就会怕你。其实你是我太爷爷的外甥吧？这么年轻当外甥，真厉害呀！我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告诉大家真相。什么真相？真相就是他偷拍我裙底，就算他给我道歉，我也不会接受。你维护他，你们就是一伙的。今天你们必须退学。你再说一遍。我说。我诬陷卓熙元，我造谣偷拍我裙底，只因为他最近疏忽我，我找他出气，想教训教训他。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我说的是真话，是我和卓轩一起商议的，要把卓熙元和芈月赶出学校，让他们拿不到学校毕业证。你们怎么这么歹毒？不是我，他污蔑我。都听到了吧？鄙视你们！卓轩，我就知道是你，这么不想让我毕业，是害怕我继承卓家吗？怎么会这样？韩蕊，你在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呀，我突然身体就不受控制了。对，都是这个女人，她会妖术。妖术？你在学校这个地方谈妖术？卓轩，你电影看多了吧？你母亲蠢，你比你母亲更蠢。再做蠢事，就不是一巴掌那么简单。把这事告诉校长，让校长处置他们。都是你，为什么非要拉我下水？这事跟我没关系。卓轩，你想甩锅给我？好，大不了我们一起退学。你敢？都给我闭嘴！卓轩和韩瑞恶意诬陷同学，行为恶劣，根据校规处以开除、停学处分。我不能退学，校长。校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例外。等一下到我办公室办理一下退学手续。熙元，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我了吗？追我那么久，我只是一直没答应。今天的事情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我们和解吧。和解？可以。跪下，道歉。你一定要这样惩罚我吗？是不是怪我之前没有答应你？其实我也是有点对你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忽视我，都是因为他。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你能别自以为是吗？要么乖乖退学，要么滚蛋！你这么侮辱人，我可是韩氏千金，学校里哪个人不捧着我，向我献殷勤？就连你以前也不例外。你敢说你之前没喜欢过我？郭子儿，亲上了。他是我的人，以后谁再敢肖想他，这就是下场。卓启元，
别以为把我赶出学校，你就能继承卓家。只要我还在，你就别想做我一天。你之前是不是喜欢韩瑞？没有，都是谣言。之前我是替好哥们送信，他就以为是我送的。之后无论我去哪里，他都觉得是我在制造偶遇，以为我喜欢他。情书？那不是骂人的书信。既然是骂人的书信，他为什么会误会你喜欢他？还是说你在骗我？卓启源，你要是敢爱上别人，你会怎么样？我就把他放血做成血豆腐，反正我也舍不得臭你烧。为什么他说这么可怕的话，我却很开心？我到底怎么了？对了，今天有人在抽屉里放了很多封情书，原来学校里有这么多人讨厌我，我倒是要看看他们究竟骂了我什么。别看了，我替你烧了。原来他们不是骂我，只是在向我示爱。卓启源，你为什么要骗我说情书是骂人的书信？我确实是骗你了，但我也是怕他们骚扰你，我担心你应付不过来。原来你在担心我，那你是不是开始喜欢我？那你呢？你喜欢我吗？原来他真的不喜欢我。哼，我很好奇，你一直以来都不喜欢我，凭什么逼我爱你？我与他共感，他心疼，我也会跟着疼。他这是伤心了。看看魂灯进度，快满了。周启源，这是开始喜欢我了。糟了，我的法力正在变弱。那你呢？你喜欢我吗？他那个表情，摆明了就是不喜欢我，却还要一次次撩拨我，逼我爱他，哪有这样的道理？这么晚了，他怎么还没有回来？可他这么厉害，应该不会出事吧？我还是出去看看吧。他明明有法术，竟然还要坐车回来，还有别的人送，我到底在担心他什么？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陌生女生突然打开我的车门，吩咐我送她回去。你就不怕把你拐走了？魂灯受影响，我的法力突然尽失，一时找不到回去的路。眼前这个人是魂灯选中的，想来是与我有机缘，何不一用？我刚才身体不舒服，多有冒犯，报酬我找机会给你。行，加个微信吧，到时候转给我就行。我没有手机。
你没有手钱？那告诉我个名字吧，我叫裴全，你叫什么名字？官人给我查查，裴全是谁？裴全你都不知道？咱们学校的校草啊，家里有权有势，还被评为女生最想嫁的老公。什么野榜？我参与评选了吗？谁在那儿？出来！我来见我女朋友，你又是谁？女朋友？有时间的话，跟你女朋友配个手机吧。这么晚了，身体还不舒服，还要她自己回家。用得着你教我做事？你身体不舒服？怎么了？我法力尽失了。什么？喂，你在做什么？你现在法力尽失，仇家那么多，肯定会遇到危险，我得以防万一。你担心我？别误会，我没担心你，我是顺手为之，毕竟交易还没结束。上午的话我没说完，是因为……别说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说什么让我爱上你，不过是拿我消遣罢了。我懂。你觉得我是在拿你当消遣？不是吗？不过我也不想深究你的想法了，随便吧。再说，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交易，你不会忘了吧？我没忘啊。等你继承家业之后，就要爱上我，从头到尾都属于我。哼，行，你非要听我说那句我爱你 ，OK？ 我告诉你，我爱你。现在交易结束了，可以了吗？结束了。对，这样就可以一拍两散了。你生气了？没有。从楼下上来，你就一直在生气。我生气？我生什么气啊？我气你大半夜跟别的男生回来，我气你连句解释都不给我。我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个怨妇了？我只是偶然遇到了他，让他顺路送我回来，这些有什么值得你生气的？算了，不说那些了。我今天想了很久，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交易到此结束吧。你要是想听我爱你，我可以说10000遍，你也可以让任何人爱你，但我不想成为那个消遣。就这样吧，我们之间结束了。哎，等等，你到底怎么了？没什么。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那是因为我爱上了你，满意了吧？你爱上我了？满了。他说的爱上我是真的。对，没错，我就是不喜欢你跟别的男人接触，不喜欢你对我的好，别人觊觎半分。你奋不顾身救我那么多次，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这么对过我。要我不爱上你真的很难啊。可你呢？你连一句喜欢我都说不出，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就是在拿我消遣。等等，谁说我不喜欢你的？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明月可是不死不灭之身，拥有无限的生命，想要谁得不到？可是为什么偏偏在你身上浪费时间？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我爱你吗？你说的是真的？真的。那我们是互相喜欢的啊？你没骗我？没骗你。如果你敢骗我，我就……你就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舍不得对你算账。那我听你说，如果我骗你，就让我死在你的手上，怎么样？你不老不死铁质，怎么会死在我的手上？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明月，原来你也像我喜欢你一样喜欢我。我身上中了诅咒，只有心爱之人杀死才能解咒。我求你，帮我这一次。你不觉得你太残忍了吗？那我怎么办？我是爱你，但我不害你。对不起，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是你没得选。没得选？只要我不想做的事，没有人能逼得了我。我宁愿我死，也不愿亲手杀了你。不要！原来只是一场梦。对不起，七元，我必须要让你亲手杀了我。行了，我再给你做早餐。我不死不灭了这么多年，身边的人一个个生老病死，离我而去，这种孤独比死了还难受。我从来都没有感觉我真正的活着，直到遇见了你。我保证，以后在的每一天，都会让你有活着的感觉。看他笑得这么开心，我该怎么告诉他？我身上中了不死诅咒，而解咒之法就是让他亲手杀了我，他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太爷爷，你怎么来了？成何体统！我怎么跟你说的？让你断了你的小心思。太爷爷，我和明月是真心相爱，您就别阻拦我们了。你胡闹！我不会答应的。周荣柏，我和你单独聊聊。是，小姐。你们好好聊啊，别吵架。事情就是这样，是启源唤醒了我。
你也知道，我中了不死不灭的诅咒，只有最心爱的人亲手杀了我才能解咒。现在启源已经爱上了我，但他不可能亲手杀了你。是。小姐，我第一次见启源这臭小子爱上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杀你呢？这根本不可能啊！所以我想请你配合我做一件事，他或许会动手。什么事能让他在最爱你的时候亲手杀了你？他根本做不到。他这一生中最在乎的人就是你，如果你死在了我手上，对他来说将会是最沉重的打击。所以我会让他认为你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一时冲动杀了你，这样他就会把所有的仇恨归结在我身上，或许就会动手了。启源，你和小姐终究是孽缘。好，为了能让小姐摆脱诅咒，我一定亲自配合你。太爷爷，你怎么了？他竟然说明天就和你结婚，我坚决不同意。我养大的孙子跟这么厉害的女人结婚，那不是羊入虎穴吗？这么着急？太爷爷，算我求你了，我和明月是真心相爱，您就别管我们了。只要我活着一天，你们两个就别想在一起。哼！太爷爷，别担心，我一定会说服太爷爷的。为什么要说服他？杀了他一了百了，不是更好？别开这种玩笑，你怎么会懂我太爷爷？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杀了他？好啦，我们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去约会吧。不要心软，对不起启源，为了解除诅咒，我必须要让你尽快杀了我。好，既然要成婚，这魂灯就当做你的聘礼，它能护你周全，拿着。这太贵重了，你给了我，你的安全怎么办？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吗？给你给我，没有任何区别。说得对。你先去车库开车，我换身衣服。好，我去车上等你。你不同意我们在一起，那我就只能杀你。小姐，我卓家世代为你守灯，死在你的手上，我无怨无悔。难道你就不怕齐源知道了他会恨你吗？他不会知道的。不要！太爷爷，太爷爷，是她这个妖女，是她杀了太爷爷。卓启源，你快杀了她，替太爷爷报仇啊！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还能有假吗？卓启源，事到如今，你还要被这个妖女迷惑吗？不，你快动手啊！既然你看到了，那你也得死。不要！你疯了！你到底要杀多少人？杀人了！杀人了！太爷爷，太爷爷，你醒醒！太爷爷！啊！齐源，不要怪罪小姐，要好好侍奉小姐。
太爷爷，太爷爷，你不要走啊！太爷爷，我不能没有你啊！太爷爷。你知不知道你杀了谁？你杀了我最爱的亲人！我说过，他阻碍我们在一起，我为什么要留他活口？是因为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你就要杀了他？是。你不是这样的人，不能心软，必须逼他亲手杀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么残暴无情。怎么，你接受不了了？我不信，你在骗我。骗？对，我是在骗你。你不会以为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吧？看到你一点点爱上我，还真是有趣呢。我对你只是玩玩而已，我不死不灭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你又有什么特殊的？你说什么？玩玩？你不会当真了吧？真是蠢得可怜。原来是这样。刚刚看到你这么相信我，我都不忍心告诉你真相了。可是你太不识趣了，非要让我戳穿这一切。我求你了，别说了，求你了。我真是太蠢了，我怎么会信了你？你想为你太爷爷报仇吗？想为你自己报仇吗？杀了我，杀了我，你就能一雪前耻了；杀了我，你就能报仇雪恨了；杀了我，我让你杀了我！报仇，我要报仇！百年诅咒终于解脱了。我做了什么？百年诅咒终于要解脱了。什么诅咒？你在说什么？太爷爷，你没死！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合起伙来骗我！结束了。怎么回事？你怎么变透明了？快告诉我，怎么样才能让你不透明？启源，对不起，我一直在利用你解咒，这一次是我欠你的，我再也还不了了。什么诅咒？你到底在说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快告诉我，怎么样才能让你不消失？不要！明月，明月，你在哪儿？不要藏起来啊！明月！
启源呀，小姐她身上中了不死不灭的诅咒，唯有她心爱的人亲手杀了她，才能帮她解咒。这一切都是我跟她演的戏，为了刺激你，放大你心中的仇恨，你才能狠下心来动手。你说什么？是我害死了他，是我亲手杀了他。家主，少爷现在还没有吃饭，从昨天到现在，无论怎么喊他，他就保持这一个姿势，一动不动。照这样下去，少爷迟早要进医院的。家主，少爷他到底怎么了？晴姐，你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骗我、接近我，也只是为了让我喜欢你？就连到最后一刻，也只是逼我杀你。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齐然，他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过客，他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就放下吧，啊！放下？你让我怎么放下？我爱他，我要和他在一起。可他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他以为说一句对不起，我就能接受吗？我绝不接受。他那么神通广大，一定还活着。他肯定躲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不想见我而已。我会等他，无论等多久，我一定会找到他。他别想抛弃我。1年前，卓氏集团前家主卓荣柏正式退休，其曾孙卓其元继承家业。如今，卓其元已成为身价100亿的顶级总裁，年轻有为，帅气多金，且至今未婚。卓总，根据您提供的画像，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排查，还是没有找到您想要找的人。季学长。是。另外，门口有一位叫裴全的先生，说有要事找他。是他，让他进来。周总，5年不见，你变得沉稳了，再也不是不当时见你那副毛躁无礼的样子了。废话少说，你找我
有什么事？我昨天见过的那位小姐，不是一般人吧？和你有关系吗？我只是听到消息，说你一直不停寻找她，想来不是失踪了，是解除诅咒了吧？你怎么知道桀纣之事？我在家族古籍中看过这样一个传说：上古有神女明月，降服了魔鬼鹫，被种下了不死不灭的诅咒。古籍中还附了画像，我越看越觉得，我当时见的那位少女就是神女明月。所以呢？如果她真的是明月，那她现在肯定一心解咒。看你的表情，是解咒成功了吧？那她将会彻底陷入轮回，成为真正的普通人。按理说，她应该已经转世了。你这样漫无目的的寻找，怎么可能找得到？你又有什么高见？她死后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东西说不定就是找到的关键呀。有，他留下了这盏魂灯。这就对了，魂灯乃神与咒，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启动魂灯，说不定就能感应到他的转世。启动魂灯，说不定就能感应到他的转世。上次怎么启动来着？哎，能不能给点力呀？帮我找到你主人。这是在哪儿？怎么在这儿？听说了吗？待会儿明家那位从乡下回来的千金要露面了，指不定要出多少笑话呢。是啊，一个长在乡下的私生女也敢来明氏集团接班，够格吗？明家？明月。我听人说，他母亲本来是有夫之妇，被明浩总裁一见钟情，强取豪夺，逼着他母亲生下了他。他母亲恨透了他，觉得他背叛了丈夫，生下就把他扔在乡下。天哪，竟然还有这种事儿！那他也太可怜了吧！要不是明浩现在为了公司声誉，根本不会把他接回来。他们在说明月，可明月是神女，哪来的父母啊？明月。原来这只是一场梦，可为什么这么真实？这是5年来我第一次梦见他，可他却在梦里都不愿意和我说话。周总，这次合作的企业有王氏集团的王鑫 CEO， 明氏集团的明浩 CEO， 还有徐氏集团的徐清 CEO。倒数第2个是谁？明氏集团的明浩 CEO。怎么了，周总？您听说过他？这个姓氏很少见，听过一次就很难忘记。难道做我的梦境是真的？明月真的还活着？查，快给我查！查这个明浩，他是不是有个女儿叫明月？刚从乡下接回来。周总，您怎么知道？明浩的家庭关系很复杂，他确实有2个女，有一个确实是刚从乡下接回来，今天就要回明氏集团。今天？备车，我现在就去明氏集团。这一切也太巧了，梦里明月的样子，还有突然出现的明浩，难道真的是魂灯在给我指引？5年了，终于要见面了。见面第一句话
该说什么呢？哎，两位，你们有预约吗？我们这个地方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这是我们卓总，不是你们能得罪得起的。果然，这里和我梦里的场景一模一样。那位从乡下接回来的千金要露面了，指不定要出多少笑话呢。我听人说，他母亲本来就是有妇之夫，被明浩总裁一见钟情，强娶豪夺，逼着他们母亲生下。都给我闭嘴！再多说一句，我让你们从江城彻底消失。你谁啊？凭什么这么对我们说话？哎呀，你瞎啊！他是卓氏集团新继承人卓总，还不快请卓总进去？卓总，抱歉，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怎么是他？他为什么会在这里？还和明月这么亲密？跟我离开！你是谁？放开我！你不认识我了？是我，卓熙元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卓总，请你自重。月儿从小体格多变，经不起这么粗的拉扯。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为什么接近他？他为什么会不记得我？哎，各位，你们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明董事长马上就到，要不大家先冷静一下啊。卓公子，这里是公共场合，你这么失礼说，被人看到可不好。我是来找人的，不是来找事儿的。有什么事儿，我只会跟你查清楚。这不是我认识的明月，我认识的明月绝不会露出这么胆怯的神情。难道是我认错人了？各位，我有一件事向大家公布，这是我阔别已久的女儿明月，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些意外被寄养在乡下，没有能够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给她。现在我要将所有一切最好的补偿给她，所以今天我宣布，明月将持有明氏集团1%的股份。另外还有一件喜事，我已经为月儿安排了一门婚事，那就是她的未婚夫裴家少爷裴全。卓总，你冷静一点。明总可是我们公司重要合作对象，明月小姐是不是你要找的，还需要慢慢核查。我一直是这么想，你现在冲上去，不仅会影响合作，还会落人口实。他说的对，这个明月对我这么冷淡，性格脾气大不相同，我不敢笃定他就是明月。可万一他要是装的呢？月儿，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就来。走，接一步说。卓总，盯了我一天了，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是不是明月？卓总，你在胡说什么啊？她是我的未婚妻，明月，跟你口中那个人，根本就是2个世界的，和你更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警告你，你要是敢骗我，我卓奇缘有的是办法让你不好受。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卓总，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这里是明家，最好给我收敛一点。这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不知道打声招呼吗？妹妹刚从乡下回来，不懂规矩很正常嘛。我们一起喝一杯吧。姐姐，我身体不舒服，不能喝酒。以后要留在明家，出入各种应酬场合，不会喝酒怎么能行呢？不舒服，刚回来就摆架子，
假如把你当妹妹，我可不会惯着你。哎，可把妹妹，可把妹妹。干什么？不怪他，是我不小心把酒洒翻，我先去卫生间处理一下。月儿是我的未婚妻，我今天来就是给她撑腰的，再敢欺负她，以后我就让明家只有她一个闺女。这么拙劣的数据，也该让他吃点苦的。卓总，你怎么在这儿？你姐姐这么针对你，你就不会反击？卓总，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不劳您费心了。为什么不理我？真的不认识我了？卓总，我刚从乡下回来，不认识什么世家名流，抱歉。别装了，你演的那副委屈模样，差点连我都骗了过去。要不是我跟了过来，还真看不到这一面，扮猪吃老虎呢。卓总，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是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你心里清楚，我不信一个在明家危机四伏的私生女，会是一朵小白花。从头到尾，你的演技太假了。知道我为什么说你假吗？因为我打小也是生活在这种家族里，只有装傻才能活下去。你的演技还真不如我。周总，我没兴趣听你说这些，我们之间也没有过任何交集。等一下，你和我的一位故人长得一模一样，脾气性格也很像。我和他之间有过一段匪夷所思的感情经历。我找了他5年。卓总，我对你的情史没兴趣。等一下，我警告你，别纠缠我，要不然我上你！是你，就是这个感觉，月儿，你以前就是这么对我的。我这是碰上了什么事？我警告你啊，别这么叫我，真恶心！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否则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客气。是他就是明月，他真的还活着。我找到他了，多亏了魂灯。罗总，那个女人真的是你要找的人，可她为什么不记得你？她这叫投胎转世，你不懂。转世？可她现在有未婚夫了，你怎么和她再续前缘？而且碍于她的身份，就算她被接回明家，她现在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光她那个姐姐就够给她使绊子。您这时候横插一脚，破坏了她的联姻，对她来说不是火上浇油吗？把明家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我自有办法和她重新培养感情，让她就此离开裴轩，重新爱上我。等等，项目资料在哪里？我需要一份。妹妹，你看着好可怜啊，怎么大家都不理你？你可是名家千金，各位以后可不许这样。这是她应得的，一个私生女也配待在我们部门。给我闭嘴！我们是好姐妹，她不开心，我也会不开心的，可别区别对待，听见没有？是，您加油，小姐说的对。不过今天要没有大客户投资，这项目可就黄了。明月小姐还是自己主动离职吧。明月小姐，有一位大客户来了，指名道姓要您亲自参与对接。不可能！你确定没搞错？知道是谁吗？是卓氏集团的 CEO 卓其源，就在总裁办公室等着。
又是你。这么不欢迎我？我好心来帮你，想着帮你公司注资几个亿，现在看来确实不需要我。那我走了，我不信你不叫住我。3、2、1，条件？什么条件？说出你的条件。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平白无故的帮我，你总得有点理由吧？因为将来你会喜欢我，成为我的老婆。你找死啊你！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纠缠我？当初我也很好奇，你为什么偏偏选中我，让我爱上，纠缠我之后，又离我而去。你知道我当时有多难过吗？有多么想问问你，为什么宁愿死，也不愿陪我留一世？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知道你听不懂，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发生的这一切太匪夷所思了。但现在命运让我遇到了你，我怎么能放弃你？这大概就是量子纠缠吧。我不会白要你的投资的。说出你的条件吧。亲我一口。妹妹，怎么跟客户谈这么久啊？要不要姐姐来谈？你是谁？有没有规矩？进来不知道敲门？周总，这位是明家的嫡千金明家如小姐，她在我们公司的分量比明月小姐可重多了。如果您觉得明月小姐能力不够，不如换明家如小姐来对接。别这么说，妹妹也是挺优秀的，不过是爸爸更注重我一些吧。装什么？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和我对接？我打小就见多了你这种捧高踩低、内涵别人的货色。你以为我坐上卓家这个位置是混来的？如果卓总这么觉得，那我也没办法了。我这个做姐姐的，想替妹妹说两句好话，还成了我的不是了。我走就是了。站住！你不会想回去找你爹告状，然后颠三倒四的说是明月欺负你吧？我警告你，千万别这么做。你要是真这么做了，我可太知道怎么让一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知道了。帮你报仇了，爽不爽？以后他不敢再来欺负你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会感激你的。你以为你拯救我于水火之中？不可能，你太天真了。我不需要你的拯救。你的英雄病在我这里十分可笑。你走吧。那你说什么？我只是想要帮你，我想让你多喜欢我一点点。我保证，我能满足你任何要求。任何要求？任何要求。那我要整个名字，我要明浩的命，你能做到吗？你帮我夺回卓家，让我的好人叔付出代价。我的对手从来都不是明佳如那样的跳梁小丑。
你可能也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自己也知道，这条路难于登天。明浩当年对我的母亲强取豪夺，逼她生下来。我的母亲恨我入骨，从我出生起就把我丢在了乡下。我从小都看人脸色，苟活至今，我所有的痛苦根源都是因她而起。所以我要他的钱，我要他的地位，我要他所有的权利，我要他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好，我答应你。我以为你看穿了我的真面目，看透了我的恶劣和伪装，就会对我有所厌弃。我喜欢的就是你这种看不起任何人、高高在上的样子。以前的你就是这样，强大冷漠，生人勿近。这人又开始神神叨叨的了。唯一不同的就是，你现在比以前更有人气了，也更鲜活了。以前的事儿，你最好别记得了。那段回忆太痛苦了。我亲手杀死他的事，怎么能让他知道？总之，我很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如果帮我拿下明家，杀了明浩，我会考虑跟你在一起，跟裴全退婚。好，成交。那你目前有什么计划吗？下个月底就是股东大会，以明浩那种人，肯定会不择手段地保护他大股东的位置。我如果揭穿他，对他造不成任何威胁，反而我会落下背刺父亲白眼狼的骂名。至于他对我母亲做的那些事，又是陈年往事，对他来说更是无足轻重。所以我需要一个让他彻底站不起来的方法。你想到了什么？他不是爱营销、爱女人设吗？那我们就推波助澜，好好帮他推销推销。如果一个爱女儿的父亲在股东大会上女儿失踪，他应该很着急吧？就算是不着急，他应该也装作很着急。毕竟他可是以家庭为重、爱女儿的好父亲。你怎么这么聪明啊？用他的女儿威胁他，逼他退位，这招太妙了。即使是这样，也只有一半的成功概率。那些股东凭什么认为我一个来自乡下的灰姑娘能执掌大权？有我给你撑腰，我看谁敢说个不字。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你这么天真，这么没心没肺，怎么在卓家活下去的？哎，你刚才对明佳如说的那些话，有没有掺假？其实我刚刚也就在你面前耍帅。我能继承卓家，一半也是你的功劳。可你不记得了，在我眼里，你以前就和现在一样优秀。我就跟在你身后帮你打杂，现在也帮你打杂。打杂？你可是卓氏的继承人，难道你甘愿跟在女人后面打杂？嗨，说什么呢？我乐意，而且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好了，股东大会就按照你的计划执行。
我去买通记者营销号，大肆宣传名号爱你如命的形象。还有那些股东，我一定让他们支持你。合作愉快。你怎么来了？我来接未婚妻啊。你刚才见卓启源了？没有。为了保护你，我在你身边安排了人。你去过哪儿，见过谁，我都知道。你监视我？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你是我未婚妻啊。我跟他只是合作关系，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些事。别再骗我了，我的线人都告诉我了，包括你和他的交易。你想拿到名家的控制权，还有股东大会的设局，这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你说的那些，我都不知道。哎，我告诉你，你在卓全心里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放开！你想合作可以找我，他能给你的，我一样能给，甚至比他给的更多。我跟你不过就是点头之交，如果不是联姻，我根本就不熟。你说的这些话，我都不相信。你不信我，那你为什么信卓启源？你和他不过也是几面之缘。你对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印象？因为我知道他对你做过什么，你难道不想听吗？放开！我根本就没空听你这些无稽之谈。他曾经为了他太爷爷，在你胸口扎了一刀，这样背信弃义的人，值得你信任吗？无稽之谈，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怎么可能发生你说的那些事情？那是因为你失忆了，你是转世重生的明月神女。这几天怎么总是有人说这些神神叨叨的话？裴少，我不知道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你监视我，已经触犯了我的底线。对不起，我只是想为你好。你如果生气了，我可以道歉，也可以赔偿你。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也很荣幸能有你这样的未婚夫。但是我也请你，以后不要再监视我。最后，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什么事？你知道的。外面那些人说我的话，我想请你装作不知道，就当是你对我的补偿。好。爸，你不能把股份给妹妹。爸，姐，你别介意，都是被我宠坏了。哎，玉儿，坐。明天就是股东大会，你也一起去，长长见识。先生，您最近爱女如命的热稿到处都是，今天还有电视台邀请您做嘉宾，谈谈对女儿的教育呢。好的，等会儿我去准备。先生有2个女儿，真有福气。据说把芈月小姐从乡下接回来，咱们闵氏集团的股票都跟着涨，媒体都在夸您呢。果然不出我所料，明浩已经完全入套了。爸爸本来就优秀，我跟姐姐还有许多要向您学习的地方。要是你妈妈有你一样这样软的脾气就好了，也不至于我们父女相隔两地，到最后她也不会一郁而终。爸，你对我妈有过后悔吗？你都在外边听了些什么？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们母女？都是你妈硬碰硬，不知好歹。
把强暴说得这么轻描淡写，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别人。我的好爸爸，我竟然还对你抱有幻想。股东大会，我势在必得。你姐姐呢？怎么还没来？爸，我已经派人去找姐姐了，你放心。坐。股东大会正式开始。综上股东大会的结果宣布。等等，让我女儿明月来宣布。明氏集团最大的股东明浩先生，以18.9%的股份优势，继续接管明氏集团，成为实际控制人。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吗？明总，不好了，您的女儿明佳如被绑架了。什么？绑匪要求您放弃明家的所有股份，否则就撕票。这绑匪真是狮子大开口，不会是您的仇人吧？爸，我好不容易才跟姐姐团聚，你一定不要让她出事。明总这么爱女儿，肯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救下女儿的。是啊是啊，明总爱你如命，肯定会放弃股份，想都不用想。被架到这种地步，我不信你不放弃股份。限时1分钟，给你选择，是放弃股份，还是你女儿死了？我放弃股份。卓总，他同意放弃股权了，现在可以让你转移了。接下来就看他的了。明总真是深明大义，爱你如命啊！明氏集团股东大会结束，股东重新洗牌，谁将成为下一任最大股东，目前仍在博弈中。而最年轻的股东明月，在这场股东洗牌中逐渐崭露头角。凭借未婚夫裴家的支持，卓家的注资，再加上他出色的工作谈判能力，明月深得各位股东的信任。更有媒体博主猜测，明月将是下一任明氏集团最大股东。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就收获了这么多人心，看来明氏集团将来必定非你莫属了。怎么样？对这个结果还满意吗？还行。那我们之间的约定是不是该兑现了？我们的合约还没结束，你少乱来。那我可以提前行使一点福利吗？对不起啊，没忍住。仅此一次。一次。你少读进去。我的心跳因你炙热，更因你永久。裴少，你和月儿的婚姻马上就会结束了。你说说你跟我抢什么呢？就算你比我先找到他，又怎么样？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你怎么能这么理所当然和他在一起？你忘记对他做过什么了？你是怎么为了你太爷爷在他胸口刺了一刀，害他魂飞魄散？你忘了吗？看你表情，应该是记得是吧？那你觉得他如果知道你对他做过这样的事情，还会和你在一起吗？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再说
收买一下卓家的老佣人，很容易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卑鄙无耻！我卑鄙？那比起你杀了他，还舔着后脸和他在一起，到底谁卑鄙？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想要干什么？我想让你知道，就算我不能和他在一起，我也要在你心里埋下一颗地雷，让你日日心惊胆战。好自为之吧。我要报仇！不要！我想让你知道，就算我不能和他在一起，我也要在你心里埋下一颗地雷，让你日日心惊胆战。少爷，您发烧了，我马上叫医生过来。这么多天，卓启源都没来缠着我，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喂，请问是哪位？我找卓启源，他怎么不接电话？是明小姐吗？卓总他发烧了，正在休息。好，我马上就过来。明小姐，就是这里，卓总还在睡。你为什么在一直看我？对不起，小姐，您长得实在太像卓总的一位故人。我先下去了，您有什么事儿记得喊我。你怎么来了？别碰他！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只好攥紧双手，眼泪的流。你说往前走，往前走，别回头。你说好对，怎却婉转走马灯？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我？他怎么会这么真实啊？你都记起来了？这些回忆都是真的，是吗？我们好不容易才又在一起，我找了你5年，我不能再失去你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当初那一刀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也许当时你也不是想故意伤害别人，可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的经历不同，心境也不同。你们是同一个人，我害了你，这一刀我还给你，这样我们就两不相欠了。如果这样做能让你好一点，这也许是个办法，但我不愿意让你这样做。为什么？我要你永远都记着这一刀，这样你就永远都亏欠我，以后就只能处处迁就我，让着我。闪烁的星河错落相拥，
像飞鸟，好，乘着风我答应你飞向银河。你这么好，我怎么可能不迁就你？有过漫长的从此之后，我不放手，你也不许放。不放手，再也不放手。过太多风景，流浪的途中，经历黄昏。